Hello，大家好。最近关于自住房资本利得税的讨论非常火热。虽然目前加拿大政府还没有公开讨论这一话题，但房地产行业就已经开始强烈反对了。几天前，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济协会主席撰写文章表示，强烈反对征收自住房资本利得税。本周，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济协会又向他们的成员发送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中，他们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要对征收自住房资本利得税采取强硬立场。备忘录还提到，他们正在与其他行业协会合作，比如加拿大房地产经济协会。他们还声称，一定要在这个想法进一步发展之前，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其实，加拿大是少数几个对家庭自住房不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国家之一。这种税通常适用于出售自住房所获得的利润，然后按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征税。出售房产的成本，比如说中介费什么的，都是不包含在内的。而且这个税率通常低于其他收入的税率。现在在加拿大，如果你出售自己的自住房是不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前提是税务局必须认可你出售的是自住房。因为出售自住房不征收资本利得税，所以加拿大人一直都非常喜欢投资房产，而且加拿大人一般都把房产投资作为退休储蓄的手段。大多数人都喜欢投资房产，而不喜欢把钱投到经营企业之类的这种生产性投资。在美国，如果购买自住房产满5年以上，业主自住满2年时间，这样的房产就会被认定为自住房产。出售这样的房产，如果是单身的业主，可以享有25万美元的增值税的免税额；如果是夫妻业主的话，那就可以享有50万美元的免税额。既然大多数国家都对家庭自住房征收资本利得税，那么为什么多伦多地区房地产经济协会却强烈反对这一税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对家庭自住房征收资本利得税会导致房产市场短期投机行为大量减少。而且多伦多房地产经济协会认为，如果使用美国类似的计算方法，大多伦多地区的房产交易大部分都会被征收资本利得税。这主要是因为加拿大的房价比美国高太多了。根据加拿大皇家银行的数据，加拿大的平均房价要比美国高出 46%。现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平均房价都已经超过了100万加元。在加拿大的房产市场，短期的投机行为就能赚到钱，这是加拿大人热衷于炒房的最重要的原因。新西兰最近推出了打击房地产市场短期投机行为的新政，他们修改了资本利得税的免税规定，把规定的时间延长了1倍。旧政规定是2015年10月1号之后购买房产，投资者在买房满5年以上出售，无需缴纳资本利得税。而最新的政策规定，购房者必须在购房满10年以上再出售，才能免缴资本利得税。这应该会大大减少短期炒房投机的行为。另外，新西兰还取消了投资者贷款利息可以抵税的规定。加拿大皇家银行最近也建议学习新西兰的做法。根据最近的消息来看，加拿大为房产市场降温的新政极有可能在下个月中旬发布。即将出台的降温新政，打击最大的应该就是那些短期投机炒房的人。因此，对于短期投资的人来说，高位套现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了，尤其是那些今年买房的投资者。因为今年购房的成本本来就提高了很多，购买后的修缮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如果再加上资本利得税，最后很有可能炒房炒成了房东。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